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哈！今天是腊月25了哈，年关越来越近了，我相信大家都在欢喜的准备过年了哈。好了，我们先分享一个同学的体会哈，就是田颖同学他一个体会是1月8号的一个体会，在我们群里面有田颖同学，还有王瑞波啊、李海鲜、宋振如、李艳、通通几位同学，也是每天都在坚持分享啊。他们分享的内容真的很细致，比方说田颖同学讲的哈，说日行一善，说我能为你做点啥？说静心修己。说昨天听家人说在家里面坐着冻脚，今天呢就为家人选购了暖脚器，有爱的觉知。他说我错了，修这个我错了，反思哈。说日常呢还有贪婪的习性要改正，楼上不知哪家在打钻听着心烦有怨言，心不静，觉知要改正。但是我们看到了这几位同学他们的反思，所谓说我错了哈，都是很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也不是压抑的哈。说修无怨造的我，说应噪音有怨有噪，词减谦，保持词谦但减不足。听课和锻炼早晨静坐30分钟，晚上呢跟着792课打开视频，我们便促膝而谈来学习锻炼。早晚爱的磁场加日常安静的觉知。说听课和锻炼的体会是神静坐，说用爱环抱所有的家人、亲朋好友天地众生一起在这个在这个磁场当中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爱的这个环抱在都在这儿，在磁场之中磁化净化。想起791课这句话，说算了，还是放进来吧，反正这里爱很多哈。说心中涌现暖流，又激发出更多的爱，融合成慈悲的存在，心息相依，温暖安详。说晚上跟792课锻炼学习，说老师在课上说明了直播改录播的前因后果。其实不论什么形式，在哪个平台都是良安时空，都是李老师讲的用爱护生命的课程，我们也都在良安时空跟着学习传统文化，并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践行着。变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良安时空在心里就无关形式，没有远近。我会继续在良安时空中认真的学习践行。下面讲自己锻炼，说富贵婴儿觉知无限的爱，无限的虚空。树立呢，说站在良安时空中和老师们一起锻炼，体会仁爱慈悲的这个境界，用爱环抱家人亲朋于心中，温暖磁化，心息相依，心神安于丹田，觉知有丹心才有丹田，身心融入如虚空般的丹田中，就像进了熔炉了。身心周身热融融的融化在无限温暖之中。结束的时候意犹未尽做这个含肩塑像，抬起的不是胳膊，是安静，就胳膊成了安静，形呢都虚化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说昨晚在爱的觉知中入睡如果随时都有慈悲爱的觉知，那该多美好当然我们天天这样去觉知去练，逐渐你就会随时随地的保持这种感觉了。说午休时保持安静的觉知，说这段午休有种似睡非睡的感受，醒后不像之前那么困，而是很轻松很清醒就是这几位同学每一天他都在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么你在分享，就说明生活中你是有越来越多的做什么呢？做有知有觉的这样的人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就是说我在备课，备什么呢？就是说和家人对话就是参禅。备这一课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咨询的很烦咨询了很多那些纠结的问题，最后说给我当头棒喝，我自己有很深的那种体会上次课我也讲了，还有更深的一个领悟要跟大家分享。那这个领悟是什么呢？让大家我就写了一篇小文章，我一边念这篇文章，一边跟大家分享细致的解释这个内容说今天讲这个题目叫用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
用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什么意思呢？我们平常讲说时空是整体的，空间整体，时间整体，说这一个点上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大千宇宙，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是整体，空间是整体。那么在这个时间整体线上，有一个，我就是通过上一次这件事情，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你在当下，在现在是可以改变过去的。这一听起来好像有点违背常理，过去已经过去了，怎么能改变呢？大家听啊，我说原来说我们一直拥有一个时光的橡皮擦，这个时光上的东西你可以擦，你可以改写的。说那天挂掉朋友的电话后，我坐在书桌旁，内心经历了一场小小的地震。不是因为它占用了我的备课时间，而是我突然发现它不是我备课的干扰，它本身就是我的备课，那就是我备课的一部分。我在备这一课的时候来这个电话，它就是我这一部分。第一个点说那个让我心烦的电话原来是一份礼物。说电话接通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这样，一接通电话他问了那么多问题，哎呀，越问越烦就想，哎呀，他怎么这么纠结啊？这种问题值得问1个小时吗？呀，我在备课呀，你能不能简单一点，能不能快一点啊？那多麻烦呢？这种感受，大概纠结了1个小时，跟他这个之后，呀，突然有顿悟的时刻。顿悟时刻之后，刚才的这些纠结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呀，他每一次说，哎呀，这个不行，我说你真诚就跟他这个不行，每一次打断我的话的时候，都是在打断我的惯性，或者说打断我那个意识的那个洪流，意识打断它。说他每一次追问，就问题你问我嘛，每一次追问都是在逼我放下好为人师的执念。好像人家在请教你，可请教他又不听。我说行，我回的他又不听，跟你驳回去。就是这不行啊，这不，当然他不是说那种驳，他就是不接受就这还不行，这是干什么呢？逼我放下好为人师的执念。说他不是在请教，他是在用最生活化的方式给我当头棒喝。最奇妙的是，说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对那通电话的整个感受全都变了。就现在可以改变过去，改变过去那1个小时跟他通话的那种感受。大家注意听之前呢，觉得他是浪费时间，现在明白什么呢？这是一个修行的契机，我在修行呢，那哪里是浪费时间呀？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修行。说之前觉得他幼稚纠结，哎呀，太幼稚可笑了。现在明白他，那不是幼稚纠结呀，那在干什么呀？那在慈悲度我呀。之前的变了没有？变了。说之前觉得他是干扰备课，现在明白呢，这就是备课本身。就之前的所有的感受，当你有领悟了之后，全都变了。我们再看下面说第2点，说讲现在真的是可以改变过去的，这就是我要分享的最核心的内容。说我们总以为过去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大家想什么？过去就过去，你能不能改呢？但真相是，大家注意你对过去的理解永远发生在现在，而每一次新的理解都在实际上重塑那一段过去对你的意义。就那个过去对你的意义，因为你现在新的这种理解而发生变化。我再说一遍这句话而每一次新的理解都在实际上重塑着那段过去对你的意义。我打个比方来说，像个橡皮擦一样，一个橡皮泥一样。昨天你把它捏成一个小猫，捏成一个小狗，就觉得那个电话很烦。今天你重新把它捏，揉开再捏，又可以捏成一朵莲花，就象征着禅机嘛，就变了嘛。那橡皮泥还是那块橡皮泥，但它的身份变了。
你把它改变了。朋友的行为是没有变的，电话的内容也没有变，但是我赋予它的意义呢，彻底就变了。于是那段过去对我的生命而言，就成了完全不同的存在。你改变了它。我说清楚没有啊？这个体会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第三点哈，大家注意，你这么一说，好多人觉得，哎呀，你这不是在自己自我欺骗吗？那没变吗？变了，真的变。你对它的认知变了，它对你的意义也变了。大家注意哈。说第三，说这不是自我欺骗，而是觉知的升级。那你觉知升级了之后，你看待同样一件事情变得不同样了。你升级了之后，你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你升级之后才能获得的那个意义和信息。说有人可能会说了，说你这不就是自我安慰吗？事实又没有改变。但是我想说的，对修行人来说，对你要修心的人来讲，事实从来不只是客观事件，更是主观体验。同样一场雨，农人看到的是甘霖，旅人看到的是不变。老百姓种田的人，哎呀，看到太好。那走路的人觉得，哎呦，这个太不方便了。雨没有变，变的是看雨的心。当我的觉知提升了以后，大家注意哈，你看，说过去的事件被重新编码了。就过去那个事件，他打电话来啊问我这个问题呀，很烦的慌，很烦。哎，我有重新更高层认知的时候，那个事件被重新的编码了，从干扰变成了什么呢？哎呀，是在度化我，编码变了。过去的关系呢被重新定义，刚才讲过去的事件被重新编码，过去的关系被重新定义，从需要我指导的人，他是需要我指导的，变成什么呢？来指导我的禅师啊，他是来指导我的，变了。你过去讲，哎呀，你问我问题问的这么烦，我烦死了。我是老师，我好为人师啊，那种现在哟，他在帮我度化，我是学生，他是禅师，这一下子变了，真的变了。过去那件事也的确是变了。那么第三点，我想说，过去的时间呢被重新赎回。为什么说过去的时间被重新赎回？大家想一想，原来觉得，哎呀，这1小时浪费了，太烦了，浪费我这么长时间，浪费了1个小时。现在变成什么？哟，成了修行路上珍贵的一刻。变没变？真的变了。时间整体、空间整体，当下可以改变过去。当下可以改变过去。大家注意哈，我下面讲说，这不是篡改历史，而是发现历史的深层真相。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前面1个小时，过去认为呀是真相，真相是什么呢？他问了一些太纠结的问题，没有必要问的问题，浪费了我1个小时，这是不是真相？的确是真相。当如果说我没有这种觉知，没有觉得呢当头棒喝这种觉知之后，我一直会认为那1个小时是他浪费了。他问了一些滑稽的问题，很可笑的问题，多少年之后想起来，他也是这样。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也是真相。真相是有不同层次的，有人看到这一层，有人看到那一层，有人看到那一层。有人看到局部，有人看到全部，有人看到表层，有人看到深层，有人看到一个点，有人看到什么？一条线，一个面，一个整体。说这不是篡改历史，而是发现历史的深层真相。这1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是历史；1天、1年、100年、1000年过去，它也是历史。历史总是有真相的。你戴一个糊涂的眼镜，什么也看不清楚，那对你来说，那个像也是真相。你看得很清楚了，也是真相。你看的微细，搞显微镜看得更深刻，那也是真相。就是你看能不能看深了，所以这也不是篡改历史，是发现历史的深层真相。
第四一点啊，那么如何在生活中实践这种时光的魔法，就是改变过去呢？大家注意听，真的是很有用啊，很有。如果说真是你用这个之后，你真的可以疗愈自己的很多过去的东西啊。大家注意听啊，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你只需要3个步骤。第一步，在不顺的时候暂停，这不顺打了个引号哈，就下次当你觉得哎呀这么烦，这个事儿真的太糟糕了，这是，你先别下结论，不下什么结论？过去讲不给别人定义，你先不要定义某某人，不要定义某某事儿，这个事儿哎呀怎么不好，那个人如何，先不要下定义，先别着急下结论下定义，说深呼吸，问自己，这个人这件事儿是来度我什么的，或者说是来教我什么的。当你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个人，你先定义这个人是很烦，这个事儿很坏，这个是你定义之后，那么好了，一切都按照你定义的这个事情对你去起作用了。现在先不要着急，不要定，先问自己，哟，这个人这件事儿他是来度我什么呢？第二步，要寻找礼物视角，它是个礼物，你要从这个视角去看问题。说那个总挑剔你的同事呀，是不是在度我的我慢呢？别人总挑，哟，他是不是在度我的我慢呢？哎，那段失败的恋情，是不是在度你的什么呢？执着呀，我就得他了，就得怎么，他就是在度你的执着。你失败了，你追不回来了，他一定在教你什么？哟，在度我的执着。说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是不是在度你的匆忙？你天天忙的没有时间照顾自己，整天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就是为了要这怎么样，天天忙。哎呀，这个病让你忙不了，让你在医院里面待着不能动。我看你还忙，是吧？当然你可以度你很多啦，也可以度你的执着呀。我就要抽烟，我就要喝酒，一天不抽烟，一天不喝酒就不行。天老子来了，我也得喝酒，我也得抽烟。当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看你能抽，你能喝，对吧？你照样老老实实在那待着，这不也是在度你吗？我只是讲的度你聪明，但其实还可以度你很多东西啊，是吧？那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是不是在度你的匆忙？其实每个让你不舒服的人和事儿，都可能是伪装成问题的礼物。过去呢，我们使用问题视角来了什么事？哎呀，这来问题了，这个有问题。大家想想，我们很多人是不是有这种习惯？遇到这什么问题？你看过去我们讲过那个心法，就没问题，是能量。那现在我就说，你不要有问题视角。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问题，我们要变成什么？变成礼物视角，把过去的问题变成礼物，太有意思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变成这样的。第三步就完成意义的转化，完成意义转化啊！你看，就像我对那通电话的重新解读，就完成了意义的转化。从他浪费我1个小时到什么呢？他送我一场禅修，哎，意义转化了。哎，先是暂停，然后转换视角。暂停什么时候暂停的呢？不顺的时候嘛，对吧？反正你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有问题，暂停，转换视角，变成礼物视角，哎，然后就可以完成意义的转化。大家想啊，我对那通电话的重新解读，刚才讲说，从浪费我1个小时变成什么呢？他送我一场禅修。第二个，比方说我需要指导他，变成什么呢？他来指导我，哎，意义转化了。第三，从什么呢？我很无奈，你看他问这问题太让我无奈了，变成什么呢？哎呀，我很感恩。转化完成以后，那段过去对你的伤害值就变成什么？变成0了。原来他浪费我的时间，让我这么烦，对你有伤害的。我们很多人过去会发生很多的事情，
都很多事情对你是有伤害的。哎，你这么一转化，那个伤害值变成零了，你不就疗愈自己了吗？伤害值归零，智慧值加满，智慧了。那第5个小点我写的说这就是我们修行人的时光机。这个时光可以变的，时光机，我们无法改变客观发生的事件，但我们可以改变事件对我们的影响。那从电话打完了，你不可能再重新再回到那再打一个电话，对吧？你可以改变那个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可以改变我们对事件的解读。其实这可以放在前面，改变对事件的解读，它改变事件的对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事件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说这种能力就是我们修行人最宝贵的时光机。时光是可以改变的，过去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并不是说你回到过去把他打电话的那个声音给他变了，那个问的问题给他，不是这样，就改变你对过去的解读，也改变过去对你意义的影响，对你的影响，也改变过去在你心目中的那个位置。有的时候很多人过去发生的事堵在心口，可以堵多少年呢？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堵得很难受，放不下，那现在就要学会什么呀？改变过去。说不用回到过去去改变那个事实，而是在当下改变事实的意义。不是说回到过去去改变事实，而是在当下改变过去那个事实的意义。说那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当你发现他是来度你的嗔恨的时候，他就从加害者变成了什么呢？逆行菩萨，对吧？过去他是加害你的，现在他是在度我的嗔恨的。说那段曾经折磨你的经历，当你发现他是在度你的脆弱的时候，你很脆弱呀，你不遇到事你不能变坚强啊。说当你发现他是来度你的脆弱的时候呢，他就从创伤变成了铠甲。过去那个痛苦的经历，你满身的创伤，想起来就痛。我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你想到过去哎呀，不堪回首。当你发现他是来度我的脆弱的时候，是让我变坚强的时候，他就从创伤变成了铠甲。你勇敢，你有力量了。第6点，我说那么从现在开始重塑你的过去。所以如果你有一段至今想来人会皱眉的往事，你不妨试试。试试什么呢？我说大家听说第一，闭上眼睛，你回到那个场景。说第二，带着现在的觉知去重新观看。你不要一回到过去，你的精神状态也回到过去了，那你有重复，你去复习过去的痛苦了。不是，你带着现在的那个觉知重新观看。我们前面曾经讲过，那个觉知像一束光可以穿透那个思维，可以照亮什么？照亮你前面那个世界。所以带着现在的觉知去重新观看。你比方说吧，就小的时候，其实不用这么弄，很简单。小的时候，我3、4、5、6岁的时候玩那个纸牌，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那个纸牌，叠的方方的纸牌，啪，我把你的纸牌打翻过来就成我的了你就成我的了。那个时候那个丢一个纸牌被别人赢走一个纸牌，那你就觉得太痛苦了。有的时候自己叠了一个新的纸牌被别人拿走了你就能够吵，就能够闹你现在到这个年龄，你再看那个时候，你还会去争，还会闹吗？你的意识的，你现在的这个状态不一样了，你现在觉知不一样了，所以看，说跟小孩一般见识呢，可是你小孩的时候就是那个一般见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带着现在的觉知去重新观看过去的那件事儿，问自己这件事儿究竟给我什么礼物？说也许你会发现
啊，我举这么个例子，那次失业是逼你发现什么呢？哎呀，发现我真正的天赋，我那个失业了，我现在发现我做这个事情，哎呀，才发现我最擅长做什么。说那次背叛，比方说朋友之间的背叛、恋人的背叛，教会你真正的独立。说那次疾病让你懂得了真正的珍惜。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就很多事情的发生，当你回过头来用另外一个视角去看它的时候，全部发生变化了。所以我这么讲啊，说过去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流动的，是可塑的。只要你用当下的觉知去重新触摸它，过去就好像是一个东西，你可以去触摸的，不是用手去触摸，用你内心的觉知去触摸它。所以这个过去啊，真的是可以改变，真的是可以改变。有人可能还过去已经就那个事怎么能改变呢？大家注意哈，过去就是一个过去吗？比方别人那人说一句话，3个人听，5个人听，5个人听有5个理解，那你说哪个过去是真的？哪个理解是对的？所以其实过去它也是无限个过去，就看你选择哪个过去。我们前面讲过选择的问题，过去它也是个平行宇宙，也是一个各种情况都在那待着的，就看你当时你选择了那个，现在你要选择另外一个。当时你选择了痛苦，现在你要选择觉知。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跟前面的课我们又合到一块儿去了。过去其实也是有很多个过去。你看，同样发生一件事，胜利者是这么去描述的，失败者是另外一种描述，那旁观者又是一种描述。所以同样是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某一个点上的事儿，其实也有不同的理解。也可以说，过去本来就是有无限个过去。哎，我在过去那个点那个觉知情况下选择了一种模式，当时不会切换，我现在知道我要切换，我选择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说过去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流动的、可塑的。从这意义上讲啊，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不是说可塑的，它本来就是各种各样就可选的。因为在这一篇小文章里面，我不想写太多的内容，就没有讲这样一个事儿。它是可以选的，过去也是有无限个过去，就看你选择哪一个。在过去你的低水平的认知的状态下，选择了可能痛苦，选择了那些这样一个状态。现在我可以选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没有后悔的药呢？某种意义上也是有啊。无论各个宗教、各个教派都讲要什么？要忏悔，要改错。改错不就是改的过去吗？对吧？他也是在改过去，你当下可以改，不然的话，你那个东西一直藏在心里面，一直对你有影响。哎呀，我把它改了，把它化了，把它化了，这个是另外以后有机会再深刻讲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占用太多时间啊。所以最后呢，我也想对那位朋友说呀，谢谢你用1个小时的通话送我一个如此珍贵的领悟。原来每一段过去都不是坟墓，都是等待被重新打开的礼物盒。我们讲过去就好像是个坟墓，过去了吗？就盖棺定论定在那儿了吗？不是，它都是需要你重新打开的什么一个礼物盒。现在不是买东西什么叫盲盒嘛，是吧？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觉知去打开它，它就展现给什么样的礼物。说过去不是坟墓，而是等待被重新打开的礼物盒。而我们手中的钥匙，每个人手都有这个钥匙，就是每一个崭新的现在。这就是我们所谓修心的人的最浪漫的时光魔法。
用今日的明澈去照亮昨日的暗角，用你现在那个清明的心去照亮过去的那个黑暗，过去的黑暗。这是我准备课的时候我就写了这样一篇小文章。这真的希望我这个感悟能够让您在岁末的时候去重新定义，或者说去重新完美过去已经过去的那一年。正如现在我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段话，我看有很多人都在说这段话。这段话我觉得也真是很有意思它是很有意义。他说我的人生没有失败，要么成功，要么成长。那有人会说了，这一年，哎呀，我是失败的一年，什么事失败了，过年失败了，后悔。现在你可以改变它，要么成功，要么成长，要么我做成了，要么没做成，我从中得到了什么？他是帮我度我什么的？我从中学到什么？那不就成长了吗？说我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我不是得到就是学到。你过去认为这一年，哎呀，谁做什么事怎么就成了你的敌人？你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东西。现在他教我什么？他在度我什么？我没有得到什么，但我学到了什么？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我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对了我就庆祝，错了我就进步。有人说，哎呀，这一年白白浪费了，一年不改变过去，当下的觉知，改写过去的故事。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说我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的发生也将终有利于我。你就想，哎呀，过去什么事怎么能不好，现在变了？他让你成长，让你学到，这不都是在有利于你吗？说当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不会被任何人、任何事情所打倒了。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听起来呢，可能要单单说这句话，说现在可以改变过去，那好多人可能不太好理解。但我相信，通过我这样的分享，讲这样的例子打这样的比方，大家能够理解到，过去我可以用当下的觉知去重新去看过去，用当下的觉知去改写过去的故事，改写过去的故事，好吧？那我们现在分享就分享到这儿，今天时间有点长，现在我们开始锻炼啊。好，大家放松。好，脚分开，成后8字。两臂慢慢前抬，身体微下蹲。往这一站就形成习惯，一站这儿就百会向上虚旋。我们过去讲的一放松，放松到整个虚空之中，借天之力。
不是整个身体的重量全部落到脚上去，不是这样的。百会一领，身体啊好像搭在虚空中，整个虚空分解了你的重量，你的质量。站着是很轻松的，然后就好像把自己的神藏起来一样，把那个神呢，是猫到丹田里过冬的那种感觉。当下就是一个放松、安静、清澈、光明的存在。你进入了这种光明的、慈悲的境界里，自然就慈化了整个人生，改变了过去，也美好了将来。内心清净、慈悲，你就是和天地合一的一个磁场，慈悲的场。安静，安静。
安静。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静养，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为满怀慈悲，大发慈悲。当下就是爱的觉知，以爱的觉知重写过去的故事，与欺骗渐变，头顶上方，安静，安静，慢慢下落。手进额头，面部，胸，指腹，双膝软，腹归婴儿。两手敷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
下上提转掌，颈椎的后侧向上，致命门手向前，到肚脐，点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我们静坐静养，安静。事实上，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当下，就保持内心那种慈悲、祥和的美好的状态。所以就活在当下。如果说你想到了过去，过去的事情萦绕不开，萦绕心头，散不开，那你就用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内容，用当下的这个觉知之光去重写过去的故事。过去真的是可以改变的，改变你对它的解读，也改变了它对你的意义。安静。现在心里面呈现出那种美好的状态。其实当你呈现出这个美好的状态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过去了。时空是整体的，这一刹那就包含了过去、现在、将来。这一刹那是有光亮的，是光明的、慈悲的，那整个人生、整个时段都变得光明与慈悲了。大家愿意安静坐一会儿，就多坐一会儿安静。安静，把这种美好的状态多养一养，涵养住这个美好，涵养宁静，涵养慈悲。
就是涵养道德。安静。